提到俄罗斯的苏 -35S 战斗机，你脑海中浮现的是什么画面？是在巴黎航展上用一套违背物理定律的落叶飘让全场起立尖叫的空中舞者，还是军迷口中那个挂着8吨弹药能在400公里外锁定敌机，号称一击之下万击之上的4代半巅峰？连美国空军都曾一度承认它的极速快过 F-35， 机动性甚至能碾压 F-22。在过去的10几年里，它几乎被毫无争议地捧上了神坛，成为了传说中的最强侧卫。但如果我告诉你，这架浑身光环的空中之王在25年就被2手的 F-16击落过，它根本不是什么能与5代机抗衡的制空神器，它是21世纪人类航空史上最大的一场军事宣传骗局。它的真实作战水平不仅无法统治今天的天空，甚至比俄罗斯官方吹嘘的广告至少落后了整整20年。那么这架能在航展上做出逆天机动的顶级战机，到底在真实的战场上经历了怎样耻辱的跌杀，才能使它的口碑发生如此巨大的反转呢？苏 -35S 北约代号侧卫 E， 苏27系列的终极魔改版。俄罗斯空天军现役大约114架，是俄军战术航空兵的绝对主力。光看纸面参数，苏 -35S 确实是一台让人头皮发麻的空中杀器。2台 117S 矢量特地发动机，极速能飙到 2.25 马赫，满载8吨弹药，挂着12个武器外挂点。理论上，它可以不加油，直接从莫斯科直飞大西洋。这哪里是战斗机，这简直是一台空中超跑外加弹药卡车。但真正让它封神的是雷达和导弹的组合。机头载着一部雪豹 E 无源相控阵雷达，俄方宣称能在400公里外同时跟踪30个目标，再配上射程400公里的 237M 超视距杀器，这等于在空中划出了一道无形的死亡防空带。你还没看见它，它已经锁定了你，导弹一按就是一发入魂。再加上那些年在航展上那一套把物理学按在地上摩擦的落叶飘和眼镜蛇机动，全世界都以为它能在近距离格斗中秒杀 F-35，就算是 F-22来了也只能五五开。一击之下万击之上的标签就是这么来的。2015年底，他被派往叙利亚执行空袭任务，俄罗斯国防部高调宣布他获得了最好的成绩，听上去无懈可击，对吧？但很少有人去细究，他在叙利亚耀武扬威的对手只是一群开着皮卡毫无防空能力的地面武装。在所有可验证的记录里，苏 -35S 在叙利亚的真实空战任务数是0，甚至在2026年4月拦截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时，也只能危险逼近，最后尴尬转向。当这张精修了20年的肌肉照被扔进俄乌战争这个真正的绞肉基地时，最不可思议的黑色幽默上演了。按照战前推演，他本该在48小时内统治乌克兰的天空，但结果呢？他遭遇了现代空战史上最具耻辱性的单方面猎杀，用最贵的装备挨最狠的打。2025年6月7日，库尔斯克方向击落这架空中之王的不是美军最顶尖的 F-22， 也不是 F-35， 而是一架机龄超过35年的比利时空军淘汰的2手 F-16。这架 F-16 在预警机的支援下打出了一发 AM-120 导弹，而苏 -35S 的飞行员根本没意识到自己已经被锁定了，直到导弹跨过16公里距离再侧幅炸开，他才仓促弹射。这是人类空战史上苏 -35S 第一次被空对空火力击落，但这还只是噩梦的开始。2026年2月，东线掉一架，亚速海掉一架；2026年3月和4月，接连被防空系统捕获摧毁。开战3年，总共114架的现役机队，硬生生被打掉了1/5。你肯定会问，那他反杀的战果呢？网上吹了整整2年的单机1打5，在开源情报的交叉验证下，找不到任何可验证数据。他所能确认的零星战果，全都是躲在 S-400 防空系统和 A-50 预警机的背影下完成的。这哪里是顶级空中猎手，这根本就是一个不会自己捕食的巨婴。为什么会输得这么惨？是因为运气不好，还是碰上了北约的预警体系？当你用手术刀切开它的机身，看看它那相当于在 5G 时代还在用2G 手机上网的雷达，看看它那超过5平方米的隐身雷达反射面，你就会明白一个让人绝望的真相。那么在这架飞机的铁皮之下，到底藏着怎样漏洞百出的底层技术逻辑？它引以为傲的雪豹 E 雷达为什么在真实的现代战场上会变成一个高度近视的狙击手？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扒光了这架战机在战场上的底裤，但还差最后一步。这架被吹上天的飞机到底是怎么输的？它的底层技术究竟在哪些致命环节掉了链子？一句话总结，苏 -35S 就是一架用着90年代核心技术硬撑到2020年代高科技绞肉机里的科技活化石。先看一架战斗机的眼睛，雷达。苏 -35S 最引以为傲的是机头那部雪豹 E 无源相控阵雷达。无源相控阵这5个字听起来很科幻，但在2026年的今天，它已经是彻底的老古董了。别人早就换上了每个收发单元独立工作、抗干扰极强的有源相控阵，
而苏 35S 还在靠中央一台发动机苦苦支撑，信号损耗大不说，一旦出故障，瞬间变瞎子。虽然俄罗斯广告吹嘘它能辐射400公里，但在强电子干扰或隐身目标面前，它就像一个没戴近视眼镜的狙击手，看着远处的客机很清楚，但遇到真正的隐身战机，屏幕上只会是一片雪花。对手早就换上了 4K 级夜视仪，他却还在黑暗中瞎摸索。第二个致命死穴，电子战系统。苏 35S 挂载的西比内电子战吊舱，在10年前也许还能拿得出手，但面对现代雷达，它的算力和威胁数据库已经被严重甩开。最惨烈的证明就是2025年6月7日那一战，那名被 F-16 击落的苏 35S 飞行员，直到 AIM-120 导弹在身旁炸开，都不知道自己已经被锁定。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的雷达告警系统要么变成了聋子，要么把致命威胁当成了杂波。打个最直白的比方，他的电子战能力相当于在 5G 时代还在用2G 网络打电竞，等你屏幕上看到敌人的时候，你已经死了。第三个问题也是最讽刺的，机动性。那2台 117S 矢量推力发动机确实能让它做出全场尖叫的落叶飘，但残酷的现实是，在双方相隔上百公里的现代超视距空战中，你会不会跳空中芭蕾根本不重要，决定生死的是谁看得远，谁跑得快，谁的数据链更安全。苏 35S 把海量的设计资源和重量全砸在了毫无实战意义的矢量推力上，结果不仅实战用不上，这种极其娇贵的发动机还成了地勤人员的维护噩梦，在高强度的消耗战中直接拖垮了整个后勤链条。最后也是最让人绝望的隐身能力。苏 35S 是一架完全没有隐身设计的中型战机，它的正面雷达反射截面积高达5平方米，这是什么概念？ F-35 的反射面积只有高尔夫球大小， F-2 只有弹珠大小，苏 35S 的雷达信号是 F-35 的3000倍， F-2 的5万倍。你可能会反驳，美军的 F-15EX 也不是隐身机，凭什么只骂苏 35S？ 问得好，但 F-15EX 根本不需要自己隐身，它的定位是躲在 F-35 身后，做一辆安分守己的炸弹卡车。F-35 在前面隐蔽侦察，通过数据链把坐标传给他，他只需要在防区外安全地按下发射钮，这就是现代空战的 A 射 B 导体系。反观苏 35S 呢，俄罗斯根本没有足够数量的5代机去做隐身前锋，也没有成熟的数据链网络，所以这架落后的空中超跑只能硬着头皮像瞎子一样自己往前冲，最终一头撞死在严密的防空网里。如果说以上的解剖还只是理论分析，那么当我们把它和同级别的4代半巅峰美军的 F-15EX 进行1对1的硬核对决时，你会看到一场更加惨无人道的单方面碾压。这两者的真实差距到底有多么令人绝望？他的对手是美军同属4代半重型的 F-15EX 鹰2，纸面上大家都是4代半，但两者的真实战斗力已经完全不在同一个次元了。面对美军同级别的 F-15EX 鹰2时，这场对决会以怎样残忍的方式收场？既然势力和护甲都不在一个次元，我们直接来看看双方决定生死的拳头和大脑。先看杀伤力最直接的导弹库， F-15EX 在战场上的定位极其残暴，它一次出击能像个丧心病狂的空中军火库一样，挂载整整12枚 AIM-120D 主动雷达制导中距弹，这是一款具备发射后不管，拥有极大不可逃逸区的顶级杀器。而苏 35S 这边呢，它的主力空战武器 R771 射程只有可怜的110公里左右，不仅手短，导引头的抗干扰能力更是差了一个时代。你肯定会拿他那个号称能打400公里的王牌 R37M 导弹来反驳，但北约的情报分析早就戳穿了这个神话。这款导弹又大又笨，只能用来欺负预警机或者加油机，遇到高机动的战斗机，命中率低得令人发指。更致命的底层逻辑漏洞是，俄罗斯自己也绝望地发现，苏 35S 那拉胯的态势感知能力根本不足以在最大射程上引导 R37M 击中目标。这就好比给一个高度近视眼发了一把射程2公里的重型狙击枪，除了听个响，毫无实战意义。而且在西方严厉的芯片制裁下，俄罗斯唯一能拿得出手的最新款 R77M 中距弹，直到2025年7月才勉强投入实战，比美军晚了整整10几年，能不能成规模量产，至今都是个巨大的问号。看完了拳头，我们再看决定现代空战胜负的大脑——体系协同。F-15EX 从来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它通过高速数据链能无缝接收前方的 F-35、预警机，甚至是地面雷达传来的坐标。它只需要躲在绝对安全的防区外，安分守己的做一个无情的发弹机器。而苏 35S 在俄罗斯残缺的预警网络下，在很多时候只能像一头孤狼一样自己找目标。如果你觉得这种单挑变群殴的体系碾压只是理论推演，我们来看一场真实的海外测试。前几年，埃及空军曾满心欢喜地引进了苏35，并让它和法国的阵风战斗机进行了一场对抗模拟，结果让人大跌眼镜。阵风甚至都没用到美军那种变态级别的体系支援，仅开启了自带的 SPE-CTRA 电子战系统，
就直接把苏 35S 的老式无源相控阵雷达彻底干扰致盲。这架俄罗斯的空中之王连目标都没锁定，就被单方面判定击落。这场堪称耻辱的测试，直接在国际军火市场上打碎了苏 35S 最后的光环。那么，这架曾经被俄罗斯军工体系捧上神坛的战机，到底给了我们什么残酷的历史教训？如果它在现代空战中已经沦为炮灰，它未来的命运又将走向何方？所以，回到最开始的那个问题，这架被俄罗斯捧上神坛的终极侧卫，到底算个什么水平？如果说战场上的拉胯只是丢了俄罗斯空天军的面子，那么国际军火市场上的惨败，就是彻底断了俄罗斯军工业的根基。曾经，苏 35S 被视为非西方阵营里的抢手货，但在那场被法国阵风战机单方面干扰致盲的测试后，再加上俄乌战场上被各种防空系统花式击落的耻辱记录，全球买家的眼睛是雪亮的。埃及看清真相后，宁愿硬扛违约的风险，也坚决取消了苏35的订单。印尼更是直接撕毁了购买合同，转头去买了美国的 F-15EX 和法国阵风。原本雄心勃勃的全球出口计划瞬间土崩瓦解，最后只剩下一个被国际长期孤立、急缺战机的伊朗。出于无奈，勉强接盘了这批根本卖不出去的库存货。这已经不仅仅是一架战机的失败，这是整个俄罗斯航空工业信用体系的破产。俄罗斯军方高层当然知道这架飞机已经落后于时代，所以就在最近，他们对外释放了一个极其绝望的补救计划，试图把苏57上的 N036 松鼠有源相控阵雷达降级移植给苏35，妄图通过换一颗现代化的心脏来给这具冷战时代的躯体续命。但在这个计划背后藏着一个更残酷的物理和工业现实，现代化的有源相控阵雷达是极其恐怖的电老虎，苏35那套老旧的机载供电系统和散热架构根本撑不起这种级别的能量消耗。更致命的是，在西方严苛的半导体芯片制裁下，俄罗斯国内的电子工业连维持现有老旧雷达的产能都捉襟见肘，拿什么去给上百架苏35进行大规模的尖端雷达换装？这种停在 PPT 上的升级大饼根本无法掩盖它在实战中的无力感。这架飞机的故事极其残忍地揭示了现代空战的底层法则，单向的机动参数撑不起未来的制空权，航展胜落叶飘赢不了上百公里外的超视距猎杀，震耳欲聋的宣传口号更挡不住迎面飞来的 AM-120 导弹。当一架战斗机把全部的研发资源和重量预算都压注在华而不实的近距离战斗机动上，当它的核心电子战技术还停留在上个世纪的冷战末期，当它的对手早就已经进入了隐身加数据链加体系协同的降维打击时代，它的命运在起飞滑跑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被死死注定了。纸面上它是一级之下万级之上的4代半巅峰，航展上它是能让全场起立尖叫的空中舞者，但在真实的修罗场里，它只是一架被2手 F-16精准猎杀的空中烧鹅，一架在现代防空体系面前裸奔的科技活化石。好了，关于苏 35S 的故事，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别忘了点赞关注，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你认为苏 35S 遇到 F-35会是什么样的呢？是否有人指呢？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